位青年朋友，大家好。讲一个小故事。有一个年轻人呢，有天睡觉的时候呢，糟糕了，被这个土匪啊，晚上呢抓去了，在黑暗当中呢，就把他捆绑起来了。那么双手反铐，让他能两只脚呢可以走路。他们就像牵一条牛呢，一面打他，一面叫他快走。那么这个年轻人呢，很恐惧啊，走啊，突然间听到这个钟声，寺庙的钟声呢。因为寺庙很大早的有些寺庙3点多的就会打钟了啊。那么这个钟声呢，有一定的节奏，18快18慢。那么每打一次呢，都念一句佛号。在这个黑暗当中，他被拉着这么走。听到这个寺庙的钟声，他耳朵呢听得清清楚楚，慢慢的走啊，他眼睛被他蒙起来了，就走啊。好了，走到这个很远的地方的时候，天亮了。这个强盗呢，就把他的这个眼睛啊，把它打开了，这个手呢还是绑着的，就叫他自己好好的走。这个年轻人呢就想，我就好好的配合你吧，就听他们指挥，向东走，向西走1天2天的这么走啊。他跟他的配合得很好。慢慢呢，这个强盗呢就把身上的绳子都解开了，让他很自由的呢，他也很乖乖的听话了。原来这些土匪呢，就是要准备做坏事啊，所以拉他呢来入伙，帮助他们去偷、去抢、去伤害人家，谋财害命。好了，有一天晚上呢，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开会了。今天我们要到哪里去抢这个富贵人家很多金银珠宝，抢了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了你打刀，我拿棍，他又拿什么东西武器。好了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就准备到富贵人家去，把门撞开了撞开跑进去以后呢，大家进去以后呢，他趁这个黑夜这个年轻人趁着黑夜呢，他也不去杀人，也不去做坏事，他就往外逃跑了。在黑暗当中呢，他就拼命跑了，千山万水的，不知道家乡在何处啊。1天1夜的这样子的，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何处，他就怎么办呢？就听那个钟声，有钟声响了，他一听不对，我的家乡的钟声呢不是这样子的，他敲的这个节奏不一样，声音不一样，音质音量都不一样，他又继续跑。这样经过好几个月，终于听到他家乡的钟声了。他听到那个钟声的时候，就往那个方向呢，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找到那个寺庙了。我终于到了我的家乡了，很高兴了。回到家里，他就靠这个钟声呢，来辨别他的方向。那我们作为一个佛门弟子，
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家乡的钟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信佛学佛，我们研究知识、读书、打坐、修行、诵经、念佛、持咒，你的最终目标是做什么？这个内心的这个愿望，就是我们家乡的那个钟声了。有些人希望说，我这辈子做善事，来辈子我升天堂，失一得一，失死得死，那么叫做天圣，到天上去。那佛陀说这个不好，你到天上去修，这个修到天上，天福享尽了，你还是到地狱恶鬼畜生去了，不好。那有些人就说，那我希望来辈子大富大贵啊，三妻六妾啊，金山银山，很有钱啊，我这辈子尽量做善事啊，来辈子我能够大富大贵的享受啊，这个也是不好啊。这个富贵享尽啊，富贵呢就生隐喻啊，豪贵学道难啊。所以我们信佛学佛，不要求说我来生大富大贵啊，三妻六妾啊，金山银山，这个也是不好。那么有些人修道呢，就是说希望说我不要再出现生命是多么痛苦呢？这个叫做厌世的不要想来到人间了，不要再来到人间，人间来到会生老病死，多么麻烦！我不要再出现生命，这个也在佛法讲也是不好的。那么最好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见到众生苦，发菩提心，发大悲心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多生多劫的父母兄弟姐妹，他们在迷迷糊糊当中过日子，我要赶紧的去修戒定慧，修三学六度，让我的智慧、我的悲心、我的愿力，我生生世世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佛，利益众生，让我的生命福慧圆满的时候，我能够去普度众生。那么这个上乘佛道，下化众生呢，也就是我们最亲切的家乡的那个钟声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乡的钟声，我们往那个钟声跑去呢，就可以回到这个本地风光了，自己的老家了，那么你就安定了。所以学佛的人要清楚你内心里面的所想的愿望是什么。阿弥陀佛。